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议员。记得在之前我跟大家讲过，我们的专属铭文官方给转换补偿了，还有提到98的远程统帅之后将会有4个专属铭文，但是98发了这个文件给我，然后他的名字那边写放莉莉，我就知道事情大条了。我们来看一下，他这里用了远程的书籍去替换，这里可以看到他的玛格丽特的基础提升会比较低一点，都是2%以下。目前他的远程军器只是缺一个徽章而已。我们先看一下他转换出来之后的基础提升有多少。OK， 严格来讲不算太糟糕了，它还有2个远程。那假设说真的洗不出什么好东西的话，至少还有保留这2个。它的远程军器除了刚刚所说的书籍之外，其实旗帜也是有2个，所以它这里也是要转换掉它的旗帜。不过看到它这里选择旗帜的时候会比较纠结一点。加长马达的军器是所有伤害提升 1.8%， 但是攻击力只有提升 1.5%， 另外一个是工程车速度提升 2.2%。右手边是玛格丽特的军器，虽然攻击力是工兵，攻击力提升 3.4% 啦，但是它的工程车还是有提升 3.2% 的防御力，还有 3.5% 的生命值。他这个问题有问过我是叫他保留所有伤害 1.8%， 因为这个数值是真的很高，虽然上面那2个不是很好啦，但是之后如果有重置时的话，可以锁着所有伤害再洗掉上面那2个，但是右边这个军器就很难洗出所有伤害了。所以你们可以看到，当他在操作的时候，他一直在纠结说，哎呀，到底要不要换比较好呢？他又选择玛格丽特的，又选择加长马达的。不过最后他是决定转换掉玛格丽特的军器。那我们来看一下他转换出来的结果如何。OK， 这个就比较糟糕一点了，完全没有工程车的提升。不过我们来看一下他洗练，他现在洗练的是刚刚转换成功的乐器。哦，运气不好，再换。哦，有一个攻击力了。啊，他这样子就锁了。哇，他真的不贪了哦。然后有一个防御力 1.6， OK， 他选择转换 1.6， 然后又锁着。我98真的不贪心啊，有什么就用什么，没了，他洗完了。所以他只是洗了攻击力跟防御力出来而已。接着这个是第一个转换的军器，他也锁。他一开始就直接锁这2个来洗练了。我天哪，他按的好快哦，他完全没有在犹豫。哦，没了，哦，给他洗烂了。我是觉得说可以拼一拼啦，他一开始就直接锁了这个1%多的属性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没有超过2%的话，我是不会锁着的嘞。他可能是真的担心抽不出其他属性啦，所以就干脆锁着。他现在是装备上所有的专属铭文军器，好完成他的远程装备。OK， 那么这个就是最终结果了。这里我们来做一个对比，左手边是之前的，右手边是之后。原本工程车攻击力有 10.3% 的加成，但是现在变成 6%， 防御力从原本的 7.6% 变成 5.6%。生命值这边影响不会太大，原本 5.4%， 现在变成 5.2%。工程车行军速度保持不变，然后所有伤害从原本的 3.5% 变成 1.8%。它减少了这些基础提升，不过提升了部队 5% 的普攻伤害增幅。远距离攻击时，目标兵力每下降 20%， 自身造成远距离普攻伤害提升 3%， 最多 12% 的提升。另外一个是部队获得 10% 的远距离普攻伤害增幅，这里就交给大家决定了，你们觉得之前比较好还是之后比较好？除了提升军器之外，它还有提升装备。这就是目前98的远程装备提升，它的头盔跟武器都是已经5觉醒了，衣服和鞋子2觉醒，裤子、手套还有饰品、羽毛都是1觉醒，但是它的戒指还没有觉醒。一方面也是因为觉醒时不够的关系啊，不过可以看到他这里的远程装备全部都有专属。刚好他们昨天打埃及啊，所以他就带了这个远程部队去做测试。但是埃及之战的战斗跟实战战斗是有一定的差别的，所以这边的报告你们作为参考就好。如果之后有报名 KVK 的话，我就会跟他拿实战报告再分享给各位看。不过这边你们可以稍微对比一下他们跟敌人的争议，因为对方是489啦，其实他们的争议也不会太低，但是你还是可以明显看到对方的攻击力只有 187.3%，
但是98的工程车攻击力有250.5%，它这个攻击力提升真的太夸张了。至于其他争议，因为它的远程统帅是重击伤害统帅，所以它有一些争议跟对方是不太一样，才会看到有一些是红色的。不过基本上可以确定双方的争议都不会太差。不过尽管对方装备军器都很好的情况下，遇到远程还是要受伤，因为远程统帅所攻击到的这些队伍不只是受到远程的伤害而已，他们还要在群战中打架，会受到其他的夹击伤害。所以最终的结果，这份报告大概是赚了7倍左右。下一个报告有看到报告，但是没有出现任何的损失。最后一份报告可以断定这个远程统帅是没有被打死的，但是最终出来的结果还是赚了6倍。然后这边报告整合起来总共是赚了6.4倍左右，还有另外一份报告最后是没有被打死的，总体上是已经赚了6.7倍。以上就是98所分享出来的画面还有报告。之前我们有推测过，大概12月或者是1月左右会推出新的远程统帅。我就问他，认为说之后推出的新远程有什么争议，或者是他的技能是怎样设计的。我会问他的原因是因为之前攻沙洛跟加昌马达还没有出现之前呢，他就已经猜测到远程会有 AOE 了。本来我还在猜是不是5个 AOE， 结果他说3个都 happy， 结果就真的出了3个目标的 AOE。这个是他给我的答复，他觉得说一个有 debuff， 另外一个是有 AOE 的。AOE 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啊，就是像攻沙洛这样子的，但是这里所说的 debuff 是哪一种类型的 debuff？ 不过后面他又改口说类似像图拉真这样子的 buff 队伍可以给其他队伍增加 buff， 所以我也不确定他到底讲的是 debuff 还是 buff 了。不过我个人是觉得说啦，因为远程通常站的位置会比我们打仗的位置还要远一些，如果假设说是给我们的队伍增加 buff 的话，我感觉其他队伍应该是没有办法获得争议的。但假设说如果是 debuff 的话，这个会比较简单一点，你只是需要远程攻击对方，他就会受到 debuff。不过它这个增加 buff 的方法也不是不可能的，因为我们现在远程的部队会比较多一些了，有可能它这里的 buff 是帮助其他的远程部队全部挤在一起的增加 buff， 然后这些远程部队就会有提升，攻击对方可能会比较痛一点。尤其像我画面上所演示的，如果你其他的队友都像你一样全部都带远程，然后每个远程部队互相争议，然后在同时间攻击敌人的话，这样子就会很恐怖了。当然这个也只是我们暂时的猜想而已啦，实际上会不会这样子设计呢，我们还不知道。以上就是本期内容，至于各位对于98的远程装备军器有什么看法，还有你们对于未来的远程统帅会怎样设计有什么想法呢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